这裆部零件怎么按不到位呢？一直翘一直翘的。秋冬换季，大家多保暖，别像这期声波一样的关节炎了。Hello， 又来到我的这个答辩金刚分享时间了。今天咱们一起来玩这款 KO 并且放大了一点点的这个编号为 SD01 的 NA 声波。按照惯例呢，因为这款是 KO 产品，咱们就不聊角色设定等等了，直接来看玩具。先说结论，这款我是74块钱买的，刚出来的时候定价是88，我感觉不值，就等了等。虽然现在74依旧是不是很值，想买来体验这个 NA 变形设计或者凑小比例角色的，不急的话可以再等等，还能再跌。这款在答辩金刚里面算一个中游的水准吧。刚开盒，一股这个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啊，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。紧接着上手把玩，玩一圈下来呢，本以为这个变形过程会很煎熬，它居然没什么毛病，没有卡壳，很顺利的就变成了。我看之前很多人吐槽这款水口多，但实话实说，我这只本体上水口还真不多，也许是批次原因吧，我这个是比较靠后的批次。这款最大的毛病就是跟 AS 翻模的86柱一样，它倒角做的贼差。以这个小臂外侧盖板为例啊，这尖的一啊，很扎手很扎手。你做个倒角很难吗？这整体关节手感也很奇怪，很难形容，就是一种不健康的阻尼感。什么叫不健康呢？就是关节处的漆面与漆面相互摩擦，让你觉得很紧，但是你刚开盒玩的时候，这个球关肯定是很紧的，玩久了绝对要松。等下展示可动的时候，给大家细看各关节的这个松紧程度。这款玩的时候呢，不能用指甲去抠，不要划到自己，划到指甲。玩的时候小心一些，但是单凭它玩的时候要小心一些这一点，它就已经不配进这个好物了。玩一个玩具都不能放松的玩，那还能叫好物吗？对吧？所以这款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儿童玩具，大人都有可能戳到手，那更别提小孩子了。最好不要买给那个6、7岁的小孩玩。小孩就玩玩这个官方的低龄线。对于穷玩党们想体验 NA 模具凑角色的，这款其实是没毛病的，变形过程确实够好玩。咱们频道之前也做过一款 KO 的这个 D-9 老设计的声波，这款我认为造型还有变形以及可动各方面都是要大于这个 KO D-9 的啊，毕竟 D-9 的设计太老了。简评就到这儿，大家买这款要有个心理预期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玩具细节吧。玩具整体身高来到了11厘米 ，KONA 的同时也放大了一些。这款有个小误区，如果你有个磁铁，可以各部位试试看。小臂盖板啦，背部、小腿内侧、脚底板、外侧，包括枪项，都是没有合金件的，哈哈。漆面太厚，一开始我也被骗到了，但仔细观察以后就发现，全是轴在吸引磁铁，但小臂这里镶了一块小铁。是留给激光鸟用的，激光鸟脚下有2块小磁铁，可以站在手上，效果还可以。来看看各部分细节吧。头部挺正的，眼睛部分红色涂装有一种微电镀红的感觉，挺好玩的。躯干部分也是机外声波统一的造型，里面有刻线细节，但比较溜。手臂如此，还是那个问题，漆面太厚都橘皮了，观感不是很好。裆部扣不紧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正面裙甲如此，播放器的真裙甲在屁连，小腿内侧如此，有随身听形态的细节涂装，就是这个调控转盘的和睦线有点绷不住，其余地方涂装有点脏脏的，外侧涂装依旧橘皮，冰冰凉凉的，导致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金属件。背后是这个模具设计最大的遗憾，背包同躯干连接过渡几乎没有，从上面看就是个 T 字形，实在太空，但也可以把双枪放在这。虽然这样就不还原了，但是帅就完事了。主体细节看完看配件，我这个其中一把枪上有别处银色涂装溅到上面了，2个枪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有这个拉伸结构。
也可以结合在一起，但就是太松了，一碰就掉。还有个造型上的问题，就在于主体结合时，套位置太靠前了，导致看上去很不自然。如果能安在后面就好不少，侧面看也是怪怪的。在背包里面收纳一个插槽也不是不可能，翻出来然后插上炮。这款在肩部背包处理还能进步。替换手有一对开掌手，一个伸食指手，一个弯手指按按钮手。但替换手的球关系紧，拳头表面还挺尖挺硬，拔起来有点扎手，要调整找好角度才能按到按钮。激光鸟如此，飞行状态翅膀可以伸直，但我觉得遗憾的地方是只有翅尖可以动，中翅的位置不能向下挥动，不能展现出挥翅膀的造型。机械狗的话，狗头抬不起来，一直处于一个低头脊背龙形态。此机器猫已有哈根，可以打丝，轰隆隆还不错，就是打桩筒太紧了，可以取下双筒，这样手就有些短了，但这么小造型没什么问题就行。看看可动吧，头部常规360没毛病，抬头挺夸张，低头没有，左右摆如此，平抬90度，摆臂360，曲肘角度很不错，贴得很紧，变形关节很容易脱出，就当反向蝴蝶肩吧。撸管球关手，很容易穿帮的一个弯腰关节，角度还可以，顶胯啥的随便来。张力这一块，腰部360没毛病，开头也展示了这一块裆部很难扣紧。打开前裙甲前踢大约90度，后踢打开裙甲同理，也是90度左右，侧踢也是90度，大腿有平转，屈膝大约90度。设计原因可以骨折，大小腿连接处变形关节特别松，固定就是靠放上去，接地90度，完全够用。整体身上的球关都是偏紧的，平转关节松紧适中，膝盖这里是最松的，弯腰关节也比较松。这款的亮点在变形，是真的很好玩，尤其是腿部的设计，翻几下就成了，直接来变吧。Walkman 形态还挺像样，
背面也很平整，没有大块空洞，强迫症舒服了。几个磁带就一般般了，身上几乎没有磁带的细节，就是纯板砖。变完以后轰隆隆的2个筒是没法收纳的，细节也都有复刻，按钮和转轮刻画都比较溜。小指示灯还上了色，磁带舱盖是手动打开的，一次只能放1个进去。机器鸟、机器狗，轰隆隆，因为太小，加上模具精度不是很高，不能完全变成方块形并塞进去，挺小巧的随身听，有那么个意思。侧面和上面的孔就当做耳机插口，虽然插不进常见的3.5毫米耳机，但也有那么个意思。小小巧巧的，变形思路很清晰，赛博坦路灯形态也可以整。这款玩的就是一个变形，在答辩金刚里还真能排上号。我没抱太大希望，结果还真可以玩，有点意思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有点小惊喜的这个答辩金刚，造型很G1，颜色个人觉得还是偏深一些，蓝色再淡一点会好很多。倒角没做好，很扎手，这个是真的很烦人。但只玩个这个变形过程还是很不错的，70几块钱还能再跌到40-50入，就是绝佳。毕竟是第4方的一个 KO 产品，买之前要有心理预期，玩的时候也小心一些。OK， 所以这款 SD01 KO 的这个 NA 声波是你的菜吗？欢迎大伙在评论区和弹幕友好讨论哦。本频道无广无收米，也请各位老爷点点赞、点点关注，有条件的来个3连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咕噜拜。